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双。最近呢，加州的岩馆又关门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回到了后院的这面攀岩墙上。我们想出了一个新玩法，我们请到了远在北京的香蕉攀岩馆的2位经验丰富的定线员杨凯和王雪霜，给我们远程定线。我拍了很多关于这面墙不同角度的照片和视频发给他们，然后呢，经常出现在只言片语频道的几个小伙伴充当起了侧线员的角色，来爬他们远程定的这些线。最后我们会公布每条线，看看定线员预想的评级和侧线员评估的评级是否一致。那么他们是否能跨越空间给我们定好线呢？美国的评级到底比国内岩馆软多少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们下面就是这一条，就是杨凯定的第一条线，我看应该是 V5 吧 ，V5 或者 V6， 我觉得是个V5， 5。对。Nice。不简单，我觉得是个5。柔韧的底线。Nice。OK， 级，我是有可能是6，我有5啊，挺好玩的，挺好玩的。Nice， 感觉如何？ V5，我定的是 V4 的，哦，其实差不多。我想的是 V3。
觉得因为这个点都比较大一点，我觉得应该是看样子应该是2或者是3吧。好，那先派出我们的乔老师。简单线就派我。曹老师是几啊？V2、V3。What do you think? 2 OK。我定的是3，因为距离我估计的有点远，比我想象的要简单。看着就很难，而且很远，没什么戏。这个得好好。那我这样。这条应该超过能力了，不能定值的。这个太难了。19。耶。就是它跟那个右手点看着是一个 volume， 但其实它是那个很浅，就只能3个手指。它不是一个展。后面试一下吧。后面更难，后面那个橙色点也超级难，那个橙色点基本上只能从侧边抓。应该是要画起来。假设我已经抓到这里，太难了，这个必须啊！水平不够，我不敢评，太难了。对 ，What do you think this is? 6 or 7. What? They're saying V12. 7, 12. 这一回，这个可以先挂掉吗？挂这个点太差了。他那个就是右手只能就勉强能扶住重量，基本上就是拉不起，对，是拉不起来。那还是对点的理解不太恰当。你可以近距离看一下，它上面是没有的，就只能这样，没有东西的还是。哦，是个光的，那完了，那这线基本都奔着2位数去了。奔着2位数，我们就要 V12嘛。所以你预想是多少？我预想是6到7吧，肯定超了。看你爬成这样，肯定超了。好了，游戏结束，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吧。线路1，侧线源评级比定线源定级软了大概1个等级。线路2，结果类似，软了 1.5 个等级。线路3，有些眼点的距离比定线源预想的要近，所以呢，定线源定水了半个等级。线路4，有个眼点比定线源预计的难抓很多，所以差别高达 2.8 个等级。所以美国严管定线到底比国内软多少呢？我们这次的实验结果刨除了远程定线对于眼点了解不充分的因素，结论呢和我们之前去国内严管体验是相似的。我觉得美国这边的定级比国内要软1到2级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国内严管可以稳定的爬 V3 的话，那你来美国的严管应该可以爬大多数的 V4， 甚至一些 V5。所以为什么美国严管的线比国内严管要软一些呢？这个问题其实不光国内的研友关心，美国的研友也关心。最近呢，在 YouTube 上一个博主 Albert Oak 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，他比较了日本严管和美国严管定级的区别，然后发现其实关键在于日本和美国严管的经营方式不同。Gyms in Japan are built for climbers.
日本岩馆呢，专门是为了很硬核的岩友开设的，不会攀岩的人基本不会去。In the US, the business model is based upon a fitness business model. 而美国岩馆呢，大多数以健身为目的，想要吸引更多的人来攀岩。Get a feeling of completion more easily. 往往低等级的线设置的比较软，这样第一次来健身攀岩的小白也会觉得很好玩。而国内岩馆呢，历史原因受日本岩馆的影响较大，所以也有了定级比较硬的传统。但其实这次呢，对我来说更大的收获是了解到了中美定线风格和攀爬风格的不同。国内岩馆呢，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设置那种有比赛风格的线，更注重的是身体的协调性和技巧。而美国的定线风格呢，更偏户外，有一种模拟户外暴食的感觉。因为定线风格的不同呢，也造成了攀岩者攀爬风格的不同。像这次呢，定线员小哥哥就觉得我们的攀爬风格非常 American style。最后，大家想不想也参与进来，一起为我们远程定线呢？你甚至还可以指定你最想让谁来爬你的线。被选中的同学，我们会送出只言片语频道的 T 恤哦。活动的细则呢，大家可以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找到。如果你在北京，可以去香蕉岩馆玩一玩，那里有国内唯一的 Cuter Board， 和我们加州岩馆同款。你去香蕉岩馆爬 K 板，就可以和只言片语的小伙伴们爬同一条线了。